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了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，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你记得吗？这里以前有一只小木马，你来陈叔家的时候，一定吵着要骑这只木马，记得吗？还有，这面墙你记得吗？小时候，你跟阿龙、阿敏很喜欢用粉笔在这里画你们的高度，记得吗？啊，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你不要忙来忙去了，来，先坐下来。说了那么多话，哎，先喝口水吧。陈叔、陈嫂，这几天谢谢你们照顾我妈，真的打扰了。不会不会，老邻居了，别跟我们客气哈。妈，去收拾东西吧。为什么要收拾东西？不是说了不用回家吗？我是说过不用回家，但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里打扰陈叔和陈嫂啊。带你去外面租间房子。不用了，我很喜欢这里，我想在这里多住几天。秋花姐，可以吗？就让我多住几天嘛。好好。他们说好。那不好意思啊，又要打扰你们几天了。好了好了，房子你已经参观过了，可以放心了吧？来，你们回去吧啊！有陈叔跟陈嫂照顾我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来，来回吧回吧啊！妈，如果有什么事情或者需要什么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知道啦，来走吧走吧，石渊。尹聪啊，你爸的身体还好吗？哦，我看了他生病的新闻。你不需要担心，爸只是动了一个小小的手术，我和哥会看着他的。在想什么？脚还痛吗？我觉得我妈怪怪的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我看到陈叔、陈嫂的反应，说不上是欢迎。不过安迪说想多住几天的时候，他们看起来有点不自在。他提出这种要求，肯定让他们很尴尬的。没关系啦，就多住几天而已，没事的。反正我和贝贝都住在附近，我们可以轮流抽空过来看安迪。谢谢你，我能看得出来，我妈还是很关心我爸的。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聊聊。阿聪，陈嫂，什么事啊？有些话在你妈面前我是不方便说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的。你请说。老实说，我们家从来没有住过外人。你妈妈说要住在我们家，我们是不太愿意的。只是那天快下雨了，你妈又提着行李，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把妈带回家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要你马上带她搬走，但是我明白的。明天我去找好房子就过来劝她。可是今晚还得麻烦你们，对不起啊。
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你，你妈妈精神状态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她有没有什么精神疾病之类的？你为什么会那么问啊？她没有跟我说过。我跟你妈相处这几天，就觉得她有点怪怪的，经常自言自语，也站在邻居家门口看了老半天。晚上啊，不睡觉，在客厅走来走去的。我妈偶尔确实会失眠。你别怪我多事。我虽然不了解精神疾病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妈的行为举止跟一般人不一样。顾云聪，你走错方向了，你车子没有停在前面。有什么心事不说出来，憋在心里不难受吗？喂，喂，不要再走了，你脚不痛吗？站都站不稳了。我妈到底是受了什么样的打击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真的是精神病吗？她和爸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？什么样的矛盾才能让她有这么大的反应？不要再猜了。如果真的担心安迪，就带她去看医生吧。至于矛盾，如果你妈不肯说，就直接问你爸。不要再走了，你脚真的不要了吗？伤害自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不痛。你不痛，但我替你觉得痛，可以吗？有人在乎你的，至少我在乎你。对不起，谢谢。你再往前走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了，只是轻微扭到，没有骨折。你不开心是因为希望阿姨现在住的地方很糟糕？不是环境的问题。我妈好像生病了，情绪病。是医生说的还是猜测？现在只是观察，还没有证实。不过我仔细想想，她的房间真的有几罐药瓶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哥，我真的很担心。精神病不是绝症，只要接受正确治疗，定时吃药，病情是可以控制的。基本医学你都懂，不要因为心急乱了分寸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，想的就是这些。他一个人在外面，如果真的生病了，我应该在他身边的。一直打扰邻居也不是办法。如果他不想回家，不如带他搬到他觉得舒服的地方，也方便你照顾他。希望可以说服他。康伦的目标呢是尽量多的栽培能和机器合二为一的外科精英。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医院将实现全面智能化。果然是老狐狸，高招！没想到病成这样还可以对媒体侃侃而谈。我们昨天才刚匿名跟媒体爆料总裁倒下，他动完手术就马上接受采访澄清病况。换了是别人，也未必有精力应付。那个狂人真的是狂人，一点都不容易对付。严格来说，他对康龙是有建设的，只可惜不是同路人。我看不惯他的行事作风。想要绊倒他需要点功夫，希望他做事别那么光明磊落，有点把柄给我们才好。不然总裁这个位置跟他明着抢，
我们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对了，有人告诉我，昨天的记者会结束之前，有个记者提起林秀环坐牢的事。坐牢？好像真的有这回事。我在查着，你觉得你会有兴趣吗？我有没有兴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记者有没有兴趣。传闻嘛，越戏剧化越精彩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吧，影响不了顾兆华，至少给他添点麻烦，别让他在病床上躺得那么舒服也好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才没做几天就辞工，你以为现在是玩意啥？对不起，走走走走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。对不起。林旭环女士，我们是网络媒体人，想跟你做个采访。传言说你跟康农总裁离婚了，是真的吗？听说你入狱之后，顾先生对你不闻不问，你对他的为人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坐牢的事一直是康龙集团的禁忌，是你不想影响康龙形象吗？拍了，你是在这里打工吗？顾先生有在经济上接济你吗？有人说他背地里做的不法勾当，请问你知情吗？不知道，你们不要拍我啊！顾太太，回答我们问题好吗？顾太太。秀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秀兰，秀环，周小姐，陈老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当年的事吗？秀环，你没事吧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狱长不可能会知道的，他没有跟我提起过。赵华，可能是赵华。赵华不会说的，我已经躲到你们远远的。秀环啊，你是不是生病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跟人家提起过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真的是没有病的，我没事，我今天没有吃药了。我现在是吃药。我现在继续吃药，我继续吃。真的怕他有事啊！睡觉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睡觉。秀环，秀环，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秀环啊，你叫你儿子接你回家好吗？你这样住在我们家不太方便的。好啦，别叫啦。我们没有义务照顾他。你这样大声，他听见的。我就是要让他听见啊！我的样子怎么了？一天又一天的，我们再热心啊也是有限的。我的样子很吓人吗？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对不起。楼下还有一批媒体，不过保安局加派人手，不会再有人闯进来了。昨天不是已经让记者闭嘴了吗？怎么还有人来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？是处理了，新闻也没报道。今天来的都是网络自媒体，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会查清楚的。查什么查？我早就说过你了，办事不利落。媒体报道没有底线就起诉他们，没必要花时间跟他们好好相处。
还有啊，尽快把林秀环给我找出来。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吧？康龙要上市，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发酵。他在外面乱逛就是定时炸弹。好的，我找他出来。告诉道格德贝，帮我安排出院。你刚动完手术没多久，还是休息多几天吧。你看我像病人吗？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病床上。你坐牢的事一直是康龙集团的禁忌，是你不想影响康龙形象吗？你是在这里打工吗？我现在有在。我已经点餐了，可以上菜了，谢谢。那么急找我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新发现，康龙制药厂那批原本要销毁的原料药，司机没送去该送的地方。那送去哪里了？有人秘密安排，分好几趟送去同一个地方。我去那里看过了，觉得很可疑。那里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制药厂。给你看东西，这是在那里找到的包装纸。那家小型制药厂很可能是生产非法药物的。这款阳痿药，该销毁的原料药没有销毁，该有问题的阳痿药没问题，那有问题的就是 Frankie 了。谢谢。有看八卦新闻吗？还是网络媒体比较有胆量，随便编故事他们就去挖料。顾兆华的家事应该可以拍成连续剧了。等下的视频发给你看。连续剧才有追看性。趁老狐狸火烧房子顾不上 Frankie， 说不定我可以砍掉他的左膀右臂。你真的要动 Frankie？ 我们还拿不出证据证明他跟假药厂有直接关系。你之前害怕暴露自己，现在改变主意了吗？之前怕，不过后来想想，不是每件事都需要亲自动手，或许可以借刀杀人。聪，哥，出门吗？哦，我要去看房子，不用等我，你们先吃饭。等一下，你看了新闻吗？什么新闻啊？网络媒体爆出视频，希望阿姨被记者追访了，内容还提到她坐了20年牢，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。你做到的事一直是康龙集团的禁忌，是不想被你影响康龙形象吗？不要拍我！不要拍我！要去哪里？去找我妈。等一下，小心一点。都跟你说我没事了，你一定要记住妈的话。记者的话是不可以相信的，你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。记者不会平白无故乱编故事、挖新闻。希望阿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妈，只要你亲口跟我说，我肯定会相信的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吗？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是以前那个小孩子。我可以保护你，无论什么问题，以前的问题，现在的问题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承担的。我是学药学的，更是学医。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有一些病，就像伤风感冒一样，只要定时看医生，定时吃药，肯定能康复的。情绪病不可怕，只要有医生在，就不会有孤独的病人。
你不是一个人。现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没有什么要刻意隐瞒你。没告诉你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病了。看到你健康长大，我什么病都没有了。不敢告诉你，我错过了，是因为害怕你当我是坏人，害怕你不要理我。妈，你怎么可能会这么想？我还是一样爱你，和以前一样爱你。无论你之前去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回来了，就在我面前。我是你儿子，永远都是。哥，你相信我妈说的话吗？我觉得一半真，一半假。可能不是说谎，只是没有把话说完。那媒体的话呢？你信吗？不完全是假的，至少坐牢对上了希望阿姨说的话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他为什么会因为藏毒而被判刑？爸肯定知道，不过要不是媒体把当年的事挖出来，我相信他们肯定不希望我们知道的。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是个解不开的心结。我不相信爸像媒体写的那么坏，你相信吗？我不敢猜。那等爸病好了，我再去问他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大家都需要点时间喘一口气。我也想先处理好妈的病。希望阿姨不适合住在这里。我刚才跟陈叔、陈嫂聊过，他们对精神病的认知很表面，又不了解希望阿姨。如果这样相处下去，很容易造成双方都有压力。我刚才已经劝过她了，可是她还是不愿意走。她不想住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。再不行的话，我会考虑让她入住小散人，这样我就有借口经常陪着她了。喂，李燕，什么事啊？允泽，你在哪里啊？有事想跟你聊，我很乱，一个人处理不了。你现在方便见面吗？我现在在忙。李岩，我是允聪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允聪，我发现康龙的制药厂很大可能跟之前的那些阳痿药有关。我认得出，你们不可能认不出来。一模一样。宣传假药不需要认证，也不需要品质保证，所以要销毁的原料药正好适合这些非法药厂拿去回收，循环再用。差点吃死人的阳痿药，很大可能就是这样来的。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，这些药能赚多少钱？卖假药是犯法的。以康荣现在的财力和名声，根本不需要冒险贪这些小便宜。康龙是不感兴趣，可是谁又能保证没有害群之马？爸很大可能不知道是有人偷偷在这些假药去做犯法的事。你有没有禀报公司啊？我就是不敢确认，所以不敢随随便便告诉公司。你不是捡到这个了吗？我是在货柜箱外面捡到的，可是我不敢进去，所以没办法确认里面是不是制药厂。我告诉你们是想找你们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直接报警就好了。真的可以报警吗？我怕万一康龙被调查，表姑丈会怪我。
毕竟我们不知道把原药运去做假药，是不是康龙的决定？这绝对不是爸的决定。要说担心，我只是怕事情会闹大。爸现在的身体状况应付不了媒体，还有20年前的新闻来得太蹊跷，很明显是冲着爸去的。我们不能太大意。你说的对，平日里我们不能帮他分忧，就别做他的绊脚石。可是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能不当一回事吗？不能不管，不过在还没有确认真假之前，不要冲动。你刚才说的地方，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大概记得，可是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去。那我们陪你一起过去，一起看一眼。我们确定了位置，马上通知 Uncle Frankie。是这里吗？怎么没人啊？应该是这里附近，不清楚。那里有人。没事的，等大家吃完饭回来，就会把东西清光，绝对不会留下任何证据。你放心吧。是我只是去附近买饭回来吃。唉，锁匙嘞？现在应该安全了，我先进去看一下。看一眼就好。请问你找谁呀？你好，陈太太，请问顾太太是不是住在这里？你怎么知道我先生姓陈呢？是顾太太给我这里的地址，让我送些日常用品给她。喜欢，来。你为什么来找我？我知道记者找过你，问你关于20年前的事，所以我来看看你。谁告诉你我住在这里的？你别紧张，我没想怎么样，我只是过来看看老朋友。你不是我的朋友，朋友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你是替赵华卖命的，他这次又想要我做什么呢？你听我说。好啊，你说。不过你说的半句话，我都不会再信了。当年我信你，信赵华，结果呢？我欠你个抱歉，对不起。不是所有的道歉都配得起原谅的。20年了，说再多的对不起都没有用。你还我20年啊！我懂。你别说你懂，你不可能会懂。你试过今天醒来都不敢数着还有多少个重复的明天在等着你。你试过每天睡觉都会梦见同一条路，都是为了回家吗？你没有试过，你没有资格说你懂。这些年来，我还天真的在担心赵华被竞争对手陷害，我担心没有人帮他扛，他会像我一样。你看看，我很讨厌我现在的样子，我担心别人都知道我是精神病。我担心我的儿子怕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们离我远远的，就放过我好吗？
放过我，拜托放过我。喜欢。怎么样？这里的东西都被清空了，看来他们已经撤了。冲！哎，这跟我捡的一模一样。那你可能说的对，这里之前是个小型制药厂。可是现在除了这个，其他的证据都没有了，报警也没有用。你们看，那个会不会很可疑啊？哎，不是说过只看一眼而已吗？我就看一眼。CCTV 在那里。CCTV 拍到我们了，怎么办？趁没人在的时候，快走吧！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America 有72小时的备份，拍到的画面很明显，东西已经清空了大半了。可是凭这些画面，不能够证明那些箱子里面的就是那些药啊。好像有动静。这个人很面熟哎。影片里和 Frankie 接触的，其中一个是美国华侨 Josh Lee， 高知识分子，曾经活跃在发展中国家的制药界。我认得他，他是 Matt， 康龙股东之一。好像有点印象。麦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尊重大家的决定。康龙的股东怎么会参与假药厂？这件事情有点严重，我们可以暂时不打扰爸，但有需要跟 Uncle Frankie 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有人闯进货柜箱，你把 CCTV 画面发给我。云冲，什么事啊？好，我现在过来找你。Uncle Frankie， 快点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什么事找我这么急啊？来，你先坐下来。阳痿药的事情，我们有新的发现。我们无意间找到那家非法药厂了。你们是怎么样发现的？康龙制药厂要销毁的原料药，定期运到那家药厂。康龙有一名股东叫 Matt， 他参与了非法药厂的事。Matt， 你们怎么肯定他有参与呢？那边的闭路电视 memory card 在我们手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 Matt。这背景拍到的是，我们怀疑是刚清空的非法药厂。清空？那你们确定
单凭这段视频可以指证妹犯法。我们把这段视频交给警方，确实无法证明什么。不过，Matt 就在里面，我们就想至少告诉你，你会相信 Matt 有问题。警方也未必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将要销毁的原料药记录交给警方，他们可以朝这个方向查下去，发现的可能会比我们更多。需要销毁的原料药没有拿去销毁，应该可以立案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被插手了。为什么？之前没有证据，可是现在我们连谁参与都知道了，还不能管吗？万一他连累康龙怎么办？我赞成阿聪说的，身为康龙代表，我不能知情不报。身为康龙代表，我不能知情不报。Uncle Frankie， 你是不是担心参与的不止妹一个？事情不是报警这么简单，关系到康龙的名誉，我们做任何决定都需要权衡利弊。非法药物的原料是从康龙制药厂运出去的，单凭这一点，机构就会被推下风尖浪口，不会有人关心是不是妹的个人行为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如果我们因为担心受牵连而放过一个坏人，这也说不过去。我们这样做，算不算知法犯法？李嫣说的对，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。我们现在包庇妹，万一哪一天东窗事发，康龙一样会被连累的。我也不希望有人利用康龙去做非法的事，这个妹不能留在康龙了。对和错之间有灰色地带，越追究，更多人会被牵连。我只能说，到最后未必是你们想看的结局。犯法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。我不相信这个年代还有人犯法是因为身不由己。好吧，我不阻拦你们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在你们做重大决定之前，去请示或通知你们爸爸。好。我也必须提醒你们，你们爸爸刚动完手术，还躺在病床上，你们要做什么，也不急在一时。他很在意康龙搞上市的事，如果你们一时冲动，搞乱了他的计划，他肯定会很生气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小心处理的。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把我死刑！我不要抓他！不要抓我！你好，我想找 Dr. B，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他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太太，我们医院有2位 Dr. B， 请问你想找哪位？有预约吗？我有急事一定要见到他，你帮我通知他一下。那你知道是泌尿科的 Dr. B 还是肿瘤科的？顾太太 ，Dr. B，Dr. B， 我的药吃完了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不然我晚上又睡不着了。
喂 ，Dr. 贝啊，这么早什么事啊？我妈在医院。Dr. 贝，我妈在哪里？别担心，她还在 Dr. Heng 的诊室看诊。等结束之后，你们去跟 Dr. Heng 了解她的情况吧。是精神科的 Dr. Heng 吗？是的。谢谢你啊 ，Dr. 贝。郭太太不久前向我拿过安眠药和抗焦虑的药，我答应她不说。现在想想，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们，抱歉。你不需要抱歉，医生守则我明白的。我妈估计也不希望我知道她生病的事。至少她知道找医生帮忙。会没事的，定时吃药看医生会好的。多陪陪她吧，这时候亲人的支持最重要。谢谢你啊 ，Dr. 贝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到康龙来做什么？我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，你别闹事啊！我没有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记者说的话。如果你学不会安分，我会让你像20年前一样消失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再回去坐牢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疯了！你，哎，顾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走。秀环，秀环，你怎么了？秀环，你看，你看。我的药呢？如果你学不会安分，我会让你像20年前一样消失。不要走了，我不要错了。这些手信你拿回去给同事们分一分，它就是一个骗局。信里带里的东西是我安排人准备的。那我是不是要做了？你还是认罪吧。比起运毒和贩毒，持有毒品判的是最轻的。不要。以前你没有证据，今时今日更不可能有。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。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有一些病，就像伤风感冒一样，只要定时看医生，定时吃药，肯定能康复的。自己也多么幸